陈家作为江城有影响力的家族之一，自然也不会对最近发生的事情熟视无睹。陈老坐在书房中，手中把玩着一个价值不菲的古董瓷器，眉宇间显露出几分忧色。陈少则站在窗边，不满地说道：“爷爷，我们就这样让李家竖起来了？那个叶枫明明是个外来的穷小子，竟然摇身一变成了江城的英雄。”陈老沉声回应：“这个叶枫的确不简单。我们当初送给李家的礼物，本以为能稳稳掌控李家的运势，没想到会被他破解。”就在陈家爷孙俩商讨之时，曾找叶枫麻烦的痞子老大来到陈家，满脸横肉，抹着鼻子说道：“本来还想找他的麻烦，现在看来人家飞上枝头变凤凰了。”陈老的眼神中掠过一丝思索，看着站在面前的痞子老大，他轻声说道：“叶枫的能力的确出乎我们的预料，他不仅破解了咒术，还赢得了江城人的尊敬和李家的感激。这对我们陈家来说，可能是个挑战，也可能是个机会。”痞子老大听后略显疑惑：“陈老板，您的意思是？”陈老微微一笑，缓缓道出自己的计划：“叶枫虽强，但也不是无敌的。他现在是李家的英雄，我们如果能拉拢他，甚至利用他，不仅可以挽回我们与李家的关系，还能让陈家的地位更上一层楼。”陈少紧握拳头，怒火中烧：“爸，您是让我们向那个臭送外卖的低头吗？我可不甘心。”陈老轻轻摇头：“你误会了，这并不是低头，而是利用。关键是要找到正确的方法，和他保持表面的友好，同时寻找机会让他为陈家所用。”痞子老大挠了挠头：“那您打算怎么做呢？需要我们干些什么？”“暂时不用动手。”陈老思索片刻后说道：“我会先亲自会见一下叶枫，试探他的底线和意图。至于你们，继续保持观察，不要轻举妄动。”痞子老大点了点头，表示理解。他知道在陈老的计谋下，他们只需要按部就班地执行即可。但他们没有意识到的是，叶枫所学所获远超他们的想象。这天，陈老约了叶枫在一家茶室见面。茶室气氛雅致，窗外柳絮飘飘，杯中的茶香袅袅升起，整个环境似乎都在暗示这是一个平和的交谈之所。叶枫准时到达，他穿着并不显眼，却透着一股子来自内心的从容和自信。他推开门进入茶室后，便看见陈老已经在那里等候，面前的茶具静静地冒着热气。陈老见叶枫来了，露出一丝微笑，起身迎接：“叶枫小友，我听闻你近来的大名，今日特意邀请你相谈，诚心谢谢你为李家所做的一切。”叶枫礼貌地回应道：“陈老过誉了，我只是做了自己该做的事情。”两人就坐后，陈老并不急于直谈重点，而是先与叶枫闲聊了一些江城的风土人情，显得颇为自然。然而茶几上的茶水逐渐由热转温，陈老终于话锋一转，慢慢道出自己的目的：“叶枫小友，我有个提议，不知你可曾有兴趣听听？”叶枫微微一笑，点了点头，表示请陈老继续说：“我们陈家在江城也算有些根基，若是叶枫小友愿意，我希望我们能合作。你的能力加上我们陈家的资源，定能在江城办成大事。”叶枫静静地听着，没有立即回答。他知道这种所谓的合作往往并不单纯，陈老的话语中隐藏的意图，他也能隐隐感觉到。这明显是一个交易，一场试图利用他的能力为陈家增光添彩的博弈。茶室中陷入了短暂的沉默，空气中仿佛凝固了双方的思考和权衡。最终，叶枫缓缓开口，他的声音平静而坚定：“陈老，您的提议我心领了。不过，我之所以能够解决李家的困难，是出于正义和帮助他人的初衷，并非为了个人利益。若合作无碍正义，我自然愿意效力；倘若要我背离初心，那便免谈。”陈老沉默片刻，脸上的微笑讽刺的深了一分。原来叶枫小友是个有原则的人。好，我今天就不再打扰了。但江湖之路，未知的事情太多，希望未来你能一如既往地保持你的原则。叶枫起身离开了茶室，而陈老则看着叶枫离开的背影，深知这个年轻人并不简单，他可能需要重新计划。叶枫走出茶室，深深吸了一口空气，他知道
这只是他在江城的修仙之路上的一小步，他还有长远的道路要走。从陈老的话中，他也听出了江湖中隐藏的危险与复杂。他承认，陈家确实有着丰富的资源和强大的实力，对他自己来说，也许也是个不错的选择。但他明白，他的力量并不是用来为别人谋求私利的，他的能力和信念都将用在对的地方，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。陈老回到陈家后，在他的书房中，陈少和痞子老大也都恭敬地站着，等待陈老开口。陈老看着他们，深深地叹了口气。这个叶枫，他是个底线十分清晰的人，不贪财也不好色，这种人没有任何弱点，是最难收买的人。陈少皱起眉头：“爸，您是在说我们不能靠他了吗？”陈老摇头，事情并没有那么绝对。虽然他拒绝了我直接提出的合作，但是我们可以变一种方式。陈少闻言，眼中闪过一抹金光。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？直截了当的商业交易，他可能不会感兴趣。我们需要提出更具诱惑力的合作方案。陈老的目光转向了窗外，缓缓地说：“江湖之道，亦是人心之道。叶枫他虽然重义轻财，但我们可以从其他方面着手，例如提供帮助他修行，或者是对他有意义的事情。”痞子老大点了点头。那我们是不是应该派人调查一下他的背景和他在意的东西？陈老赞同的点了点头，然后又冷冷的补充：“同时，我们也要时刻准备着，一旦叶枫有任何与我们利益相悖的举动，我们也要有相应的应对措施。”陈少明白了陈老的意图，他自信地回答：“放心吧，我会安排人手去做这些事情的。外面的江湖虽大，但陈家的野心也不小。”陈少和痞子老大退出书房，开始着手准备各自的任务。陈老再次沉入了深深的沉思，任凭窗外的风雨交加，他的心思如同棋盘上的布局，正在等待下一步的精妙走位。陈少和痞子老大静静地退到了书房门外，他们的心中充满了计划和阴谋。陈少眉头紧锁，沉思了一下：“我们不能直接对叶枫使用强硬的手段，那样只会把他推向我们的对立面。我们需要一个更加巧妙的计划，去引导他，让他无法察觉我们的真正意图。”痞子老大点头表示认同。他反复思考后提出了一个看似完美的策略。叶枫在江湖中很注重名声与正义，我们可以利用这一点。首先，我们在江湖中制造一场危机，可以是关于民众的，也可以是某个宗门的，总之要足够引起叶枫的兴趣和关注。陈少的眼中闪烁起来。对，我们可以在暗中默默支持一股小势力，任由他们在江湖中制造波澜，然后再引导叶枫去解决这个问题。这样的话，在外人看来，叶枫是在自发的解决江湖纠纷，而我们陈家则可以悄无声息地拉拢他。痞子老大又补充道：“我们可以先派人暗中接触叶枫，提供给他关于这场危机的信息，然后观察他的反应。一旦他介入，我们再适时的出现，既不打草惊蛇，又能顺势提出合作的请求。”陈少闻言，额头上的皱纹舒展了一些。这个主意不错，但我们还需要考虑到叶枫如果拒绝合作怎么办？我们必须要有备选计划。痞子老大思考了一下，若叶枫拒绝，我们便可以把他塑造成这场纷争的解决者，无论如何让他成为江湖的焦点。到那时，他不得不注意到我们陈家的分量。陈少最后定下了计划。好，那咱们这就行动。第一步，我们派人去偶遇叶枫，给他一些线索和信息。第二步，我们暗中观察他的行动，并准备好陈家愿意提供的资源。陈少和痞子老大转身离开书房，他们各自筹划着接下来该做的事情。陈少借助家族的力量，迅速布下棋子；痞子老大则潜入江湖，悄悄张网。陈老静坐在书房，看着外面风起云涌的江湖，脸上的笑容里透着算计人心的深邃。